公元194年，曹操带走主力东征徐州，他的大后方兖州几乎一夜之间被人夺走。发动叛乱的核心人物叫陈宫，裴松之著影视语记载，2年前帮助曹操入主兖州的正是这个人。而陈宫为叛乱选中的执行者，是一个到哪里都待不长，刚被袁绍赶出门的人吕布。一个2度弑主的流浪将军，为什么偏偏成了陈宫推翻曹操的选择？这场叛乱的前提是曹操自己制造的。公元193年，曹操的父亲曹嵩在途经徐州地界时遇害，凶手是谁？说法不一。陶谦是否直接下令？史书各执一词，但曹操没有兴趣分辨，他的反应只有一个字：打。第一次东征徐州，曹操一路屠城。《后汉书·陶谦传》记载，凡杀男女数十万人，鸡犬一尽，须臾无复行人。裴松之著所引的另一份材料则记载，大量死者被坑杀于泗水，以至于水为不流。这不是一场普通的争地盘战争，这是一场震动整个中原的大屠杀。194年夏，曹操发动第2次东征，这一次他带走了兖州的大部分兵力，只留少量部队和官员守后方。陈宫留在兖州，荀彧留在鄄城，夏侯惇驻守部分据点。临行前，曹操对家人说过一句话：如果我回不来，你们去投靠张邈。张邈是陈留太守，和曹操是多年旧交，曹操把后路托付给他，说明信任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张邈已经不觉得这份信任能保住自己的命了。裴松之著影视语记载，陈宫是最早帮助曹操入主兖州的关键人物。当年兖州刺史刘岱战死，兖州群龙无首，正是陈宫出面联络兖州官员，力主迎接曹操入兖州。按照这条记载，没有陈宫的斡旋，曹操未必能那么顺利地站上这块地盘。但入主兖州之后，曹操做了一件让陈宫和兖州士人阶层极度不安的事，他杀了名士边让。边让是兖州本地的文化名士，在士人中声望极高。他对曹操出言不逊，曹操将其处死，妻子儿女也受到牵连。杀边让不只是杀一个人，在许多兖州士人看来，这是曹操在宣告他不打算完全遵守本地士人的规矩，也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名望而容忍反对。陈宫当初帮曹操搭起的那座桥已经出现了裂缝，徐州屠城是否直接推动了陈宫反叛？现存史料没有明说，能够确定的是，边让之死加剧了兖州士人的恐惧。张邈也始终担心曹操最终会在袁绍的压力下对自己动手。现在曹操又带着主力离开兖州，陈宫决定反，他找到的第一个人是张邈。张邈有自己的恐惧，袁绍一直看他不顺眼，多次要求曹操除掉他。曹操暂时没有照做，但张邈很清楚，暂时这2个字随时可能到期。留在曹操身边，他的命悬在袁绍和曹操的关系上。陈宫对张邈说，曹操东征在外，兖州空虚，这是最好的窗口。张邈的弟弟张超也参与了密谋，张邈同意了。叛乱需要一个执行者，一个能带兵、能打仗、能迅速镇住局面的人。陈宫提出3个字：迎吕布。吕布当时的处境可以用4个字概括：无处可去。离开长安之后，他先投袁术，被拒，又投袁绍，帮助袁绍攻打黑山军，立下战功。但袁绍随即对他起了杀心，吕布的部下在袁绍地盘上骄横跋扈，吕布本人又不服管束，袁绍派人暗杀他，没有成功。吕布连夜逃走，他辗转到了河内张阳处，勉强有个落脚的地方，但没有自己的地盘，没有稳定的官职，也看不见未来。接到陈宫的邀请，吕布没有犹豫，他带着自己的部队进入兖州，张邈、陈宫等人迎立吕布为兖州牧。接下来发生的事，快得连陈宫自己可能都没有完全预料到。兖州郡县成片倒向吕布，不是1座2座城池动摇，而是整个州在很短时间内几乎全部改旗易帜。曹操经营2年的地盘，像被抽掉了所有地基的房子，轰然塌下。这场塌方的速度说明的不只是陈宫选对了时机，它说明曹操对兖州的控制仍然高度依赖地方官员和士人的合作。2年前有人迎接他进入兖州，2年后同一套地方网络也可以迅速转向吕布。边让之死扩大了裂缝，主力东征则让裂缝真正变成了可以被撬开的缺口。整个兖州最终只有3座城没有倒：鄄城、东阿、范县，3座城，这是曹操在兖州仅存的全部。守住鄄城的人是荀彧。叛乱爆发时，荀彧手里几乎无兵可用。鄄城是曹操家眷所在地，如果这里失守，曹操不仅丢掉后方指挥中枢，连家人都保不住。更危险的是，豫州刺史郭贡带着数万人突然出现在鄄城城外，态度暧昧，他可能是来响应吕布的，也可能仍在观望，等着看谁赢再表态。荀彧做了一个所有人都劝他不要做的决定，
亲自出城去见郭贡，左右劝阻。荀彧的判断是，郭贡如果已经决定要攻打鄄城，就不会停在城下观望，他还在犹豫，正是因为犹豫，才有周旋的空间。荀彧出城，从容赴会，神色如常。郭贡看见这座城的守将毫无惧色，判断鄄城不容易攻破，随即带兵撤走。鄄城保住了。东阿和范县靠的是程昱、靳允和枣枝。叛乱消息传来后，范县县令靳允的母亲和弟弟都落在吕布阵营手中。吕布派范仪前去接管范县，城中已经开始动摇。程昱赶到范县，说服靳允拒绝吕布。靳允设下埋伏，杀死前来接管城池的范仪，关闭城门。程昱随后派骑兵切断仓亭津，使陈宫无法顺利渡河进攻东阿。等他赶到东阿时，县令枣枝已经率领官吏百姓固守城池。范县、东阿和鄄城终于连成了曹操最后的生命线。曹操在徐州前线接到消息时，整个人应该是懵的。他2年前带兵入兖州，打黄巾，收降卒，建班底，以为已经站稳了。如今一封信告诉他全没了，只剩3座城。他没有犹豫，立即从徐州撤军，急行军赶回兖州。徐州的仗顾不上了，再晚一步，连最后3座城都可能守不住。曹操回到兖州，直扑濮阳。濮阳是吕布的核心据点。曹操的逻辑简单，打蛇打头。两军在濮阳正面交锋，吕布亲率骑兵冲击曹操阵中的青州兵。青州兵是曹操早年收编的黄巾降卒，战斗力并不稳定。吕布的骑兵一冲，青州兵当场溃散，曹操的阵线被撕开。这一仗曹操败了，但他没有放弃濮阳。随后，濮阳大族田氏派人联络曹操，声称愿意做内应，打开城门。曹操决定冒险，率军入城。城门打开了，曹军进去了。为了表示全军没有退路，曹操下令烧掉东门，但城内的战斗很快失控。吕布军发动反击，曹军在城中战败。燃烧的东门反而切断了曹军自己的退路，浓烟和火焰封住了通道。混乱之中，曹操坠马，左手掌被烧伤。最惊险的一幕是，吕布的骑兵截住了曹操，却不认识他。骑兵问他曹操在哪里，曹操指着前方说：“乘黄马走者是也。”骑兵放开他，去追那匹黄马。曹操靠这一句谎话捡回了一条命。濮阳没有打下来，双方陷入对峙，然后天灾落下来了。这一年兖州爆发严重蝗灾，《三国志》记载，蝗虫起，百姓大饥，田里的庄稼被吃光，曹操缺粮，吕布也缺粮，两支军队只能各自退兵，谁也没有力气继续打下去。兖州之战没有在这一年结束，但僵局已经定格。吕布坐拥大半个兖州，却无力吃掉最后3座城，曹操守着生命线，暂时也打不回去。这个僵局本身正在回答那个最初的问题：陈宫选吕布到底选对了没有？回到前面的3个事实：第一，吕布入州以后，很快便取得了兖州大部分郡县的响应；第二，荀彧和程昱等人守住的3座城始终没有被攻破；第三，曹操在濮阳差点被烧死，吕布仍然没能将他彻底消灭。一个能够迅速取得一个州大部分郡县响应的人，为什么用了几个月仍然解决不了最后3座城？答案藏在陈宫选人的逻辑里。194年，陈宫面对的核心问题不是谁最适合治理兖州，而是谁能赶在曹操回军之前迅速控制局面。这2个问题指向的是完全不同的人选。曹操在徐州接到消息就会掉头，陈宫的窗口期可能很短，他需要一个能够立即率军进入兖州，迅速与曹军正面交战的人。当时满足条件的人极少，袁绍实力最强，但张邈和袁绍有仇，请袁绍不是请帮手，更像是把自己的命和地盘一并交出去。袁术远在淮南，等他调兵过来，曹操可能已经回军。刘备正在徐州救援陶谦，自顾不暇，手上也没有足以压制曹操的兵力。吕布是极少数同时满足3个条件的人。第一，他有军队，核心是跟随他辗转各地的旧部，其中骑兵的冲击力尤其强，濮阳城外一冲就打崩曹操的青州兵，足以证明。第二，他有名号，他是杀死董卓的人，以他的名义号召兖州各郡县倒戈，比陈宫和张邈自己出面更有号召力。第三，也是这个联盟最特殊的地方，吕布没有自己的根据地。一个已经拥有稳定地盘的诸侯进入兖州，会带来自己的政治班底和利益诉求，而吕布一无所有。他被袁绍赶走，寄居在张扬那里，没有成熟的行政体系，也没有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。他进入兖州之后，必须与陈宫、张邈以及兖州本地势力合作。从陈宫的设计看，他需要的不是一个已经拥有庞大根据地的诸侯，而是一个能迅速进入兖州，又必须依赖本地联盟的军事强人。吕布像一把足够锋利的刀，陈宫或许以为这把刀至少暂时可以被联盟握在手中。这个计算在短期内近乎完美，但短期之后呢？夺取和治理是2回事。占据兖州以后，联盟需要做的事情完全变了：稳定行政，分配利益，整合各郡县的地方势力，组织有效的围城战，拔掉最后3座钉子。
这些事情恰好不是吕布最擅长的部分。荀彧在鄄城用一次会面逼退了郭贡，程昱、靳允和早知则依靠地方声望、行政关系和具体行动守住了范县与东阿。吕布阵营虽然拥有陈宫、张邈等人，却没有形成足够稳定统一的组织，把最初的军事优势转化为对整个兖州的持续控制。三座城能守住，不仅因为荀彧和程昱等人足够强，也因为吕布的联盟缺乏把军事占领转化为稳定政治控制的能力。多线作战需要后勤调度，需要各部协同，需要对地方势力进行持续施压，这些都需要一个稳定的权力中枢，而吕布阵营始终没能真正建立起这样的中枢。后来的历史反复暴露了同一个问题：吕布被逐出兖州后流浪到徐州，依然能够依靠军事机会迅速夺取城池，却始终没能建立一个稳定、能够长期运转的统治体系。陈宫跟了吕布直到最后，但他始终没能解决一个根本问题：一个谋士可以替主公提出方案，却不能替主公建立他本身不具备的组织能力。从选择吕布的那一刻起，这场叛乱能够达到的高度就已经受到了限制。陈宫发动了一场时机精准的叛变，他选对了窗口，找对了盟友，请来了一个能最快撕开兖州的人。但夺取和治理是两件事，吕布能撕开曹操的防线，却建不起稳定的秩序。三座城没有倒，曹操的命没有断，这场叛乱赢了开局，却正在输掉后半段。蝗灾过后的兖州，田也空了，军营也快空了。曹操守在仅存的三座城之间，2年前意气风发入主兖州，如今几乎被打回了起点，但他没有走。濮阳那边，吕布坐拥大半个兖州的城池，却连自己的军队都快喂不饱了。陈宫仍在为他谋划，但这个临时拼起来的联盟已经开始暴露出无法整合的裂缝。兖州之战进入第2年，曹操发起反攻，而吕布阵营内部的裂缝将在下一场战斗中彻底暴露。